就在刚刚结束的 UFC 格斗之夜里约战上，查尔斯·奥利维拉第2回合降服加姆洛特之后，直接现场叫阵了麦克斯·霍洛威。两个人曾在2015年于 UFC 的羽量级进行过对决。奥利维拉呢被霍洛威首回合 TKO， 截止到今年正好是10年的光景。两个人从打法到地位其实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可谓是10年恩怨两茫茫，不思量，人断肠，青丝变白发，狠人腰带肩上扛，各自量级封过王，如今都被托普利亚打投降。一个柔术顶级强，一个快拳斩锋芒，35岁斗志昂，就看谁是狼来，谁是羊。大家好，我是热爱格斗的黑大白。趁着奥利维拉比赛刚刚结束完的热乎劲儿，我们就来简单讲讲霍洛威与奥利维拉的潜在对决中的技术解析。本期视频如果点赞超过1000，下一期视频明天晚上会给大家奉上。奥利维拉与霍洛威这两位选手真的是太让人喜欢了。其实呢，技术只是一方面，两个人的勇劲儿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。10年前呢，两个人的比赛放在现在可参考的价值其实几乎为零。霍洛威呢，作为一位战力节奏多变的快拳打击手，在近几年的比赛中，面对拥有重击能力的对手，基本上都是采用灵活游走打点消耗的战术。他会凭借自己更敏捷、更轻便的脚步和更快的反应速度，在移动中频繁去消耗对手，主打中远距离的直拳袭扰和远距离的转身腿法。霍洛威以往比赛中的扫踢太软了，好像没什么力道，但最近的几场比赛提升了转身腿法的运用，不仅打得远，而且打得准，能够命中对手的躯干，还能够凭借自身的灵巧快速拉开距离，防止将后背送给对手。可以说是在之前比赛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主力的打击技术。在面对于盖奇和钻石时，能发现霍洛威的直线拳分量很足，在轻量级这样一个体重下，让他的直拳打击上有了一种足够的重击力，打退过盖奇，也击倒过钻石。所以呢，从技术领域来讲，霍洛威这些年一直是在进步的，所以才让这位加入 UFC 15年的老将一直保持着充沛的竞争力。但由于呢曾经的打法太过消耗自我，所以霍洛威的身体状态近些年貌似是有些下滑的。目前来看，最突出的两项就是抗击打和体能。曾经的加特林时代的霍洛威拥有5回合无限开火的能力，最可怕的2场比赛分别是对阵阿尔特加和凯塔尔，4回合290次有效打击和5回合445次有效打击，简直就是数据狂魔。巅峰时的那场比赛，平均每分钟输出 17.8 次击打，数据除了逆天无法用其他词来形容。但现在的霍洛威用游走的方式降低了自己的受击打，但同时呢也降低了自己的输出频率。在之前对阵艾伦托普利亚还有僵尸时，每分钟有效打击数在 5.3 次左右，但面对盖奇和钻石时又再次拉到了 7.1 次以上。也就是说，霍洛威打击节奏可快可慢，由于呢移动速度占优，所以节奏控制能力强。但曾经几乎吃了多少拳都不会倒下的霍洛威，接连被托普利亚 TKO， 被钻石击倒过，让我们对他的下巴已经不再感到那么的牢不可破。但目前依然保持着 83% 的高防摔率，让我们感叹霍洛威纤瘦的小体格，防摔能力却不错的同时呢，近些年呢，也由于霍洛威没有对阵过这种缠斗型的选手，所以对他的缠斗防御近阶段的检验其实是不足的。同时我们也得知道，羽量级与轻量级的缠斗力量、速度、爆发，那绝对是有着很大差距的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很难想象奥利维拉究竟能否给霍洛威带来较大的缠斗威胁。我们再说细一点，奥利维拉擅长的缠斗进攻究竟属于哪种方式？在 MMA 体系里边，我们经常把缠斗进攻的方式分为扑摔和贴摔。扑摔呢，就是平时我们常讲的这种下潜抱摔，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份能力的，更多的选手都是使用贴摔，因为贴摔更容易发动。贴摔呢要分得细一点，那就太多了。常见的贴摔有拔摔、有过胸、有舍身、涮摔、勾绊、大腰、扫技、直接钻下拿背等等，太多了。那么请问各位拳迷，奥利维拉擅长的是扑摔还是贴摔？其实呢，花心思看比赛的朋友都会知道，其实是贴摔。
因为绝大多数的柔术、柔道、桑搏系选手擅长的都是贴摔，自由跤出身的选手才会有很好的扑摔能力。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，因为伯恩斯就是一位非常擅长扑摔的柔术出身选手。作为桑搏出身的沙夫卡特也并非没有扑摔能力，但关键问题是，从理论上来讲，作为防摔的一方，防贴摔的难度要远远低于防扑摔。因为在对手贴近的时候，缠斗防御方是有时间和空间去布置重心和力量与对方抗衡的，甚至能够通过抢把位破坏对手的缠斗。霍洛威其实就是一位压胯意识非常的敏感、拆把能力比较好的防摔型选手。马达莱纳能够防住大眼的贴摔，也是靠力量对抗和拆把抢把。所以呢，奥利维拉的贴摔效果在霍洛威的正面对抗中可能会打一个折扣。他39%的抱摔成功率，其实在贴摔选手中已经非常的出色了，不能和那些个擅长扑摔选手的成功率去乱比。所以呢，作为缠斗力量充足但移动反应不快的选手，奥利维拉一定要正确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，从头部防守的问题出发，一定不能与霍洛威在站立运动战中消耗过多，不然会被打掉状态甚至击倒，那恐怕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。所以呢，发动自己的缠斗进攻节奏，去死缠烂打，消耗霍洛威的耐力，是这场比赛的最关键点。奥利维拉相比霍洛威，其实从打法风格上变化要少得很多，对敌的应变思路也比较薄弱，基本上都是推进重击和缠斗贴缠，再进行多次的降服尝试。对这种选手而言，节奏很重要。说白了，顺风局会打得摧枯拉朽，逆风局和糊涂账就需要依赖重击和缠斗去破局。但说是死缠烂打，尽量缠斗贴着霍洛威去消耗，执行起来估计会很难的。因为呢，奥利维拉的缠斗进攻不是能够快速扑入3-4米的距离的类型，霍洛威极其灵活的脚步不会随便给奥利维拉贴摔的距离。于是呢，本场比赛鄙人大胆的猜测，奥利维拉会围追堵截，追着霍洛威一直运动，而在这期间会吃到不少的来自于霍洛威的拳法迎击和腿法的牵制，甚至头部都有可能吃到足够击倒的重击。奥利维拉的重击部分虽然更强，但不适用于高频率移动的运动战，打击的精准率也比较遗憾。所以呢，奥利维拉能否关键全命中和保持控制贴缠，就成为了这场比赛最大的胜负手。本场比赛的节奏10之8九会在霍洛威手中，就看奥利维拉在自己彻底被消耗前如何破局了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，我是热爱格斗的黑大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